好闺蜜冻死在了冰箱里，可眼盲的女人却浑然不知。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时的别墅里早已经尸横遍野。阿月见找不到闺蜜，于是她摸索着拨通了闺蜜的电话，可电话根本没有声音。原来此时的电话线早已被人给拔掉了。阿月简单的以为是信号不好，于是并没有当回事。吃饱喝足后，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然而此时的阿月并没有意识到，那群杀人不眨眼的劫匪离自己只有1墙之隔，而另一边的劫匪大哥正在楼下的院子里晒太阳。这时几人突然听到街边传来警报声，于是警惕的大哥便带着1名小弟出去探风，只留下刀疤男一人在这里看守。于是松懈下来的刀疤男打开了2楼客厅的电视，可很快他就因为腹泻跑向了卫生间。与此同时，屋中的阿月正拿着手机在房间搜寻着信号。当他慢慢走上2楼时，竟然听到了电视的声音。我根本看不到东西，不可能开电视了。阿月顿时被吓到，她强忍着害怕安慰自己，应该是闺蜜开的电视。于是阿月踉踉跄跄地来到了走廊，却不小心碰到一个人。对不起啊。可想要转身而走的阿月却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她伸手摸索着面前人的脸，而正在逐步恢复的视力也映射出了尸体的模样。阿月见状顿时被吓得跌倒在地，身上的手机也随之掉进了床底。拉到一半的刀疤男听到声响后，赶忙来到了2楼，却只在角落里看到了那具被他们杀掉的探员尸体。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耍我？对尸体发泄了一会儿后，刀疤男就继续跑去上厕所。短暂消失的阿月见没了动静后，这才从装满泡泡的浴缸里探出了头。可还没等阿月缓过神来，她掉落在床下的手机竟突然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她的男友打来的电话。刀疤男听到声响后，手持匕首再次来到了2楼。果然他循着声响找到了那部被遗落的手机。刀疤男认定房间内一定还有活人存在，于是他便在房间内搜寻起来。转头间满是泡泡的浴缸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凶神恶煞的他二话没说，径直的举起刀对着浴缸就是一顿猛刺，顿时血液四溅。可刀疤男捞起尸体后，却发现浴缸里的尸体竟是早已死掉的探员。然而就在他疑惑之时，下一秒阿月将刀疤男撞晕后，他慌忙的来到窗子旁，准备找根绳子将其捆绑起来。不料阿月一回头，竟发现刀疤男已经爬起，晃晃悠悠的朝着自己走来。两人的视力都有问题，一个想要绑人，一个想要杀人，就这样两人总是会错过对方。就在刀疤男终于抓住阿月，并且想要给他最后一击时，却不小心被地上的尸体绊倒，最终死在了自己手里。而幸存的阿月在此刻也恢复了一半的视力，迷离间他终于看到了别墅中惨死的尸体。可就在阿月惊慌之时，刀疤男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原来是被大哥带走的小弟，怀疑大哥要干掉自己，所以联系刀疤男，想要伙同他一起解决掉大哥，伺机均分那笔赃款。就这样，阿月这才得知，刚刚死掉的刀疤男还有2名同伙，而另一边挂断电话的小弟很快就因分赃问题和大哥产生了争吵，大哥一气之下毫不留情的就将小弟射杀了。而得知了真相的阿月想要趁着其他劫匪不在之际赶紧逃离这栋别墅，可他跌跌撞撞的跑到院中后，才发现大门早已被铁链牢牢的锁住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